谭松韵、曾舜晞跨界音综遭拷问，演员尬唱还是破局新风口。6月的音综市场热闹得像是煮沸的开水。天赐的声音第7季开播了，这一季的阵容里多了几张让人有些意外的面孔。谭松韵和曾舜晞2位主业都是演员的艺人，站上了专业歌手的竞技舞台。这背后有点意思。谭松韵在官宣视频里自称跨界歌手，还调侃了自己过去宇宙第1业余歌手的称号。曾舜晞则在官宣时直言：“我的音综首秀，舞台见。”2人都在拍戏与音综之间双线并行。谭松韵刚完成《我的山与海》的拍摄，曾舜晞也有新剧在组，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有戏拍也要上音综。但演员跨界音综这事儿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对于大众而言，演员跨界唱歌往往伴随着风险。谭松韵在剧中曾自谦不会唱歌，这种戏内外的反差让观众格外期待他的真实水平。曾舜晞则一向以武侠小生的利落形象示人，这次独自登上音乐舞台，没有天后托举，完全靠自己的实力说话，其勇气和潜力也成了看点。站在这个舞台上，他们面临的是双重审视，一方面是粉丝的支持与期待，另一方面则是专业评委与挑剔听众的严苛评判。演员跨界音乐综艺究竟是玩票式的短暂热度消耗，还是寻求职业生涯突破的勇敢破局？这个问题恐怕不是1-2场表演就能简单回答的。试炼场上的雷区与硬伤，仔细复盘谭松韵和曾舜晞的舞台表现，能看出演员跨界音综时常见的几个雷区。谭松韵在《天赐的声音7》中，先是与黄子弘凡合作演唱《Dear D》，后来又与王锃亮搭档合作了歌曲《小半》。从现场反馈看，他的声线被评价为清甜且有质感，演唱时叙事感强，能将歌曲中的情感细腻地表达出来。但跨界毕竟是跨界，他自称宇宙第1业余歌手，在节目衍生直播《天赐卖煤关》中坦诚了首次参加音综的紧张感。对于非专业歌手来说，声乐技术上的先天不足很容易在舞台上被放大。谭松韵虽然拥有长达8年的 OST 演唱经验，为超过20部影视剧献声，甚至在2025年底成功举办过个人音乐会，但当站上专业音综的舞台，与常年深耕音乐的歌手同台竞技时，那份差距还是会显露出来。曾舜晞的情况则展现了另一种挑战。他在首期节目中与张靓颖搭档合作舞台所是一个融合了舞蹈的唱跳舞台，现场观众形容他的表现唱跳俱佳，完全爱豆，舞台表现力极具张力。但作为第一次参加音乐综艺的新人，他在彩排前曾表现出明显的未知感和紧张。在衍生直播《天赐卖煤关》中，他在即兴演唱环节因害羞而脸颊泛红，甚至红温蹲下，这种真实反应暴露出跨界者在经验上的欠缺。选歌策略也是个大问题，演员跨界时常常容易陷入选金曲、唱热歌的误区，忽略了歌曲与自身音色特质、情感表达能力的适配度。谭松韵与王锃亮合作《小半》时，用四川话演绎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王锃亮以彝族民调呼应，方言叠唱形成地域对话感。这种选曲策略就相对聪明，没有盲目挑战高难度，而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叙事风格的表达方式。合作默契更是考验。曾舜晞与姚小棠搭档时，在衍生直播《天赐卖煤关》中用方言互动，尝试挑战唱跳，但这种配合的火候跟常年搭档的专业组合相比，确实存在差距。2个年轻艺人，一个是一直在唱的专业歌手，一个是演员重新跨界来唱歌，磨合起来自然有缝隙。这些雷区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演员跨界音乐舞台时，如何跨越那道看不见的专业壁垒？这不仅是技术的挑战，更是心理与经验的双重考验。
扬长避短的生存之道。跳出批评的视角，演员跨界音乐舞台其实也有独特的优势，关键在于如何扬长避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身份。谭松韵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她在舞台上展现的清甜且有质感的声线，叙事感与情感投入度极高。这种演员的核心优势，情感诠释、叙事表达、共情能力，正是专业歌手可能缺少的。声音鉴赏团成员光光曾给出专业数据分析，谭松韵作为非职业歌手，音准偏差率控制在15音分以内，情感细腻度评分8.8。虽技巧复杂度不及专业歌手，但其独特的叙事感音色使歌曲共情指数提升20%。双引号，专业歌手的评价也印证了这一点。张靓颖在节目中直白夸赞，其实我不太知道两位的年龄谁比较大，但松韵的声音其实是我很羡慕的音色，而且她是一个非常有个人特质的歌手，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非常的成功，然后会让我不自觉地摆动。杨丞琳全程对谭松韵赞不绝口，不只偏爱她独一无二的音色，更是实打实认可她的唱歌功底。选曲策略上，适配远比炫技重要。曾舜晞在预热直播中即兴开嗓演绎粤语金曲《半点心》，地道流利的粤语唱腔搭配婉转温柔的旋律，氛围感直接拉满。他没有选择过于复杂的技术型歌曲，而是找到了与自身声线、气质契合的作品，用合适和真诚打动观众。构建有效的合作模式更是关键。谭松韵与王锃亮搭档时，两人的配合默契、和声融合度达93%。这种成功的合作案例显示，跨界演员需要通过与音乐搭档的充分沟通，明确分工，突出演员的叙事感和情感表达，依靠搭档的技术支撑和音乐把控力，才能实现1+1大于2的舞台效果。定位差异化价值可能是演员跨界最该思考的问题。他们不必与专业歌手进行单纯的技术比拼，而可以成为音乐叙事者或风格探索者，为音综带来新鲜视角和多元审美。曾舜晞在舞台上展现的唱跳俱佳、完全爱豆的形象，就打破了他以往武侠小生的单一标签。这种破圈效应本身就是价值。节目生态的平衡之问。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天赐的声音等音综大量引入跨界嘉宾，对音乐综艺的生态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跨界嘉宾为节目带来了新鲜血液。谭松韵和曾舜晞的加盟，不仅带来了各自的粉丝群体，更引发了演员能否唱好歌的社会讨论。他们的选择被解读为不愿被单一标签束缚，渴望在更多领域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打破固有标签的勇气，本身就是节目的话题点。另一方面，当跨界比例过高时，难免会引发对节目专业性的质疑。天赐的声音期官宣阵容时，谭松韵与曾舜晞两位演员的加盟，就曾引发网友对节目音乐专业内核的担忧。如果节目过于依赖跨界艺人的话题热度，是否会削弱音乐本身的竞技纯粹性和公平感？这在近期音综市场中已成为普遍现象。歌手2026采用全开麦直播模式，乘风2026优化后期制作逻辑，缩减舞台重度修音与剧本化镜头剪辑，两档老牌 IP 同步减少精细化定制镜头与剧本化叙事，直面舞台临场状态，让演唱真实性成为最大看点。实力派歌手打磨唱功稳定发挥，跨界艺人坦然展露舞台瑕疵，打破以往音综完美滤镜的固化审美。与此同时，魔力歌先生跳出专业竞技的固有框架，弱化严苛赛制与高频淘汰机制，以松弛、真实、生活化的舞台挖掘普通音乐人的演唱魅力，与老牌 IP 的专业质感形成互补。音乐剧演员蔡奇跨界加盟魔力歌先生，在节目中勇敢跳出舒适圈，尝试流行音乐表达，
与前辈歌手满江组成了备受观众喜爱的满汉全席组合。这种分化显示，音综市场正在寻找各自的定位。天赐的声音需要在保证音乐专业底色的前提下，合理设置跨界环节或赛制，让跨界成为点缀而非主体，实现专业性与可看性的平衡。毕竟，真正的音乐爱好者还是希望看到更多关于音乐本身的讨论，而非纯粹的娱乐话题。跨界背后的价值重估。说到底，演员跨界音综是一个复杂现象，不能简单以玩票或破局二元界定。它是对演员综合素养的公开试炼，暴露短板的同时也提供了突破自我、展现多元可能性的舞台。谭松韵和曾舜晞的选择，反映了当下艺人职业发展的新趋势，不愿被单一标签束缚，渴望在更多领域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的跨界尝试，无论结果如何，都推动了行业对艺人能力边界的思考，鼓励了多元艺术表达的尝试。对于节目而言，这则是一次关于内容创新与专业坚守的平衡测试。如何在吸引流量、制造话题的同时，守住音乐的专业底线？如何在满足观众娱乐需求的同时，不放弃对音乐品质的追求？这些都是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跨界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试炼与破局的起点。当谭松韵在舞台上用四川话唱出小半时，当曾舜晞在直播中即兴弹唱多首经典影视 OST 时，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演员与歌手的边界。这种尝试本身就值得被看见、被讨论。如果让你给下一位想跨界音综的演员提建议，你会说什么？